大家好久不见。上期提到我在土耳其有了新工作，那跨越8000公里、11个半小时的土航经济舱体验如何？落地打车又有什么坑？这期就来带大家飞一趟全程。大家好，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浦东机场2号航站楼69号贵宾室。这个贵宾室呢，大家应该非常的熟悉，之前在去香港的行程中也出现过。接下来呢，我们乘坐土航的TK27航班前往伊斯坦布尔。我就用这杯酒来祝自己也祝大家一切顺利。这次搭乘的 TK27航班由波音773直飞，经济舱座椅是343的排布，使用体验和俄航77W 航班几乎一致。43厘米的座位宽度，15厘米的后仰，79厘米的前后排距离，相较于空客 A333舒适程度更高。航班起飞之前，娱乐系统尚未开放，但已经能选择摄像头看到客机前方和下方的实时画面。土耳其航空的安全提示是土英双语的3维人物动画，而且在安全提示结束之后，还会播放土航的土耳其国内航班目的地风光，包括安塔利亚、阿斯潘多斯、博德鲁姆等旅游胜地，让人心生向往。在原定时间30分钟之后，飞机终于推出，离开停机位。通过2个摄像头，能清晰地看到下方的地面标线以及前方飞机排队起飞的场面。和以往出国旅行时的心境都不一样。此时此刻，我的心里多出的是对全新工作和生活的期待。飞机进入巡航高度之后，第一个出现的通知是 WiFi 连接提示，但我始终按不动连接按钮。接着，乘务员还递来了晚餐和早餐的菜单以及洗漱包。洗漱包表面的彩绘融汇了土耳其各地的知名地标，内部除了常规的洗漱睡眠用品外，还有一条非常特别的长袜，据说是为了应对长途飞行腿脚肿胀，同时还能保暖。接着来说说本次航程的高光部分——餐食。2顿餐食主菜都提供中餐、土餐2种选择。晚餐我选择了炒鸡块，配蛋炒饭和白灼青菜。炒饭饭粒全熟，软硬适度，鸡块也能明显地尝出大火激发的酱油香味，十分地道。早餐我依然选择了中餐，菜单里的名字是四川鸡肉拌面，甜口麻辣酱配上菜心和细面，口感爽滑。还有个小惊喜，就是随餐配了包装非常喜庆的竹筷。洗漱方面，卫生间配备了土耳其国民香氛护肤品牌 Eyüp Sabriye 的经典香水和润肤露。水龙头可以通过旋钮调节温度，只是土航洗漱包中的牙刷刷毛有些偏硬。经济舱娱乐系统中，好莱坞电影大片片源大概更新到2023年年中，比如闪电侠和小美人鱼，还有 HBO 和土耳其本地的电视剧资源。单机游戏也是大家熟悉的，比如台球、消消乐、单人纸牌等。新闻媒体方面，可以观看土广 TRT、BBC 以及 CNN 的实时信号。作为全球航点最多的航空公司之一，土航也在娱乐系统中准备了土耳其国内外各知名航点的介绍，供游客规划转机行程参考。客舱设备的小问题也是有的，比如显示屏触摸响应错位。我面前的手柄上的按钮控制的居然是邻座阅读灯的开和关。
耳机插头放进扶手上的插孔非常松垮，无法固定。11个半小时的航班，我睡了将近8个小时，是目前洲际航班的最高纪录。整个航班还有不少空位，有的靠窗3座只有1名乘客，这时候就可以直接躺下，休息效果应该是比坐着睡要好很多的。距离降落还有50分钟时，显示屏开始播放伊斯坦布尔机场的中文介绍。这其中大家最熟悉的莫过于出发和到达层写着热水2个醒目汉字的饮水机。另外，机场将前往中国航班的值机区域与登机口做了专门的安排，机场的免税店也可以使用微信支付。灯光将跑道的形状完整地勾勒出来，随着前方摄像头的显示，我也获得了类似机长的视野，完整体验了一次非常平稳的着陆。人生中最漫长的飞行算是告一段落，不过接下来等着我的又会是地面上的关卡和跋涉。从机舱中走出之后，沿着指示跟着人群上2楼，就能前往转机或者到达区域。这里还能俯瞰投运不到5年的新机场的候机区域。再次来到1层之后，只需按照路标直走，经过土耳其国内转机闸口，不到3分钟就能到达外国公民的入境柜台。完成手续盖章之后，必须要穿过一段消费区域之后，才能到达行李提取的转盘。不过大概10分钟之后，我就看到了自己28寸的旅行箱。经过11个多小时的飞行呢，我现在终于抵达了伊斯坦布尔的机场。现在已经完成了边检跟提取行李的手续，接下来呢就是要出门去打车。这个部分呢是之前很多人提到的有坑的地方，那么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？我们走出去看一看。在海关无申报通道的旁边有11条机场大巴、5条公交线路和地铁主要站点信息。我因为行李又大又重，机场大巴也不能直达公司公寓，所以选择了直接打车。出租车的上车地点在到达大厅9号门的外面，这里的指示牌上有非常清晰的出租车种类、起步价、公里单价以及总价参考。这么完备的指示让我稍微放松了一些，还选择了一位主动帮前车乘客搬行李的师傅，一切看上去似乎非常的顺利。我直接用土耳其语在师傅的手机上输入了终点的名称，他也打开了 Google 导航开始打表。前20分钟和在上海打车没有任何区别，可是他突然在岔路往东开，而最近的方向却是往南，1个路口之差，距离多了12公里。虽然绕开的路段是收费路段，但根据我后来计算员工交通补贴的经验，高速费用远远低于12公里的里程费。到达目的地时，计价器上的显示是880里拉，我暗暗准备好了900里拉现金。没想到师傅突然现场多要了100，我问他这是什么钱，因为存在语言障碍，也只能理解到包括了高速费。最后盖张小票也确实是980。经过50多公里的长途跋涉，我终于到达了在伊斯坦布尔工作入住的公寓。这公寓呢，目前卫生状况比较一言难尽，等我到时候收拾好之后再给大家来个 room tour。